运动前吃香蕉就够了吗？可是如果辛苦运动了，却因为没有吃对食物而让我们的运动效果大打折扣，也太难过了吧？你是不是也在运动前纠结到底要吃什么才好？有些人说吃香蕉，吃一根香蕉就可以搞定，有些人却说什么都不吃最好，也有人说要吃饱饱才可以，到底是怎样呢？不同的运动也建议要摄取不同的食物哦。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不同的运动前最适合吃的食物是什么吧。吃对了，不仅让我们的运动表现更好，还有助于帮助我们燃烧脂肪哦。嗨，大家好，我是食品科学与营养毕业，目前还是想要学习更多关于健康和营养的素怡。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些我学过的一些知识，以及大家和自己想要了解的一些迷思，或者是营养啊、健康之类的故事。偶尔也可以看看我的 vlog 哦。喜欢这类型影片的话，记得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哦。之前分享了运动前到底要不要吃东西，我发现自己也一直在想，那要吃东西的话，吃什么比较好？所以我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找资料。今天分享的这些是我在网上找到一些资料和个人见解哦。大家有什么运动前吃的食物也可以分享让我知道。今天的分享会分成3个部分：简介、食物种类和运动类型的饮食建议。好，我们开始吧。为什么我们会执着于要吃对食物呢？除了让我们的运动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效果之外，吃对食物也可以减少运动过后的疲惫，增加运动的表现，提升我们的肌肉量，增加耐力、反应力，减少运动后恢复的时间。之前在运动前要不要吃东西的影片就有提到嘛，如果运动的时间不长，是可以选择空腹有氧，但是我个人还是想要吃一点东西，因为我发现当我空腹有氧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很快就感觉到累了，整个人也好像没有那么有精神，当然这是因人而异啦。所以你在想着运动前吃什么是对的哦，吃对食物可能可以事半功倍，运动的时候也可以更开心、有效果和有力气一些。食物种类第一种，碳水化合物。爱吃碳水化合物的你，却害怕碳水化合物吗？别担心，如果你是有运动的话，运动前后都是建议摄取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哦。运动的时候，碳水化合物是最快速的能量来源，所以运动前建议摄取碳水化合物。但是应该选择摄取简单碳水化合物还是复合碳水化合物呢？主要是有几点是要注意的。首先，由于复合碳水化合物需要时间来分解，同时它可以提供比较长时间的能量，建议在运动前的2到3个小时前摄取。也有一些建议是在运动前3到4个小时要吃东西。如果是2个3个小时，分量也不要太大份哦，不然的话可能你在运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3到4个小时前的话，就可以吃一份刚刚好的正餐。比较长时间的运动，如果是像超过1个小时的运动的话，也建议要摄取复合碳水。食物的选择可以考虑燕麦、豆类、糙米饭、全谷意面、全谷类面包等等。第二，距离运动时间很接近的话，比如45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就建议选择简单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或者是中 GI 的食物。可以的话，优先选择像是水果类型的，香蕉就是很多人喜欢的选择啊。像苹果、椰枣、蓝莓这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真的很接近运动时间了，也可以考虑果汁类、运动饮料或优格乳。时间稍微多一点点的话，你想要吃像番薯、马铃薯、玉米这一类型的碳水化合物也是 OK。总之，越接近运动的时间，吃的分量就不应该太多，同时也建议减少太高纤维的食物。第三，不同的运动类型需要的碳水化合物的分量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ROV 他们就是越高持久力和强度的运动，需要的碳水化合物就越多。所以如果你的运动是少过1个小时，其实只需要吃一点点就行了，不需要太大的分量。第四，有些人是想要空腹有氧，是因为有一些研究发现空腹有氧有助于燃烧脂肪。运动前摄取碳水化合物会抑制脂肪的燃烧，但是也要注意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不想要因为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而导致我们的线粒体能力削弱，它的能量可能不足够，就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在70克以内。
大概其实我们的一餐正餐就是7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了，只要没有超过的话，就不怎么会影响线粒体。在跟运动相关的话题，怎么可以不提蛋白质呢？运动前也建议要适当的摄取蛋白质哦，因为它有助于增加我们的耐力表现，最大限度促进我们运动后和后续运动期间的糖原再生。而且运动前摄取蛋白质也可以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减少肌肉被分解的几率。除此之外，蛋白质的好处也可以被体现，就包括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稳定血糖和提供持久的能量等等。一份综述文献发现，蛋白质补充对于举重的运动员的影响，包括了改善身体的机能、训练的恢复、增加肌肉量，还有肌肉的能量。而且研究也发现，运动前摄取蛋白质或者是碳水化合物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增加肌肉的合成，这个不是我们最想要的吗？两者一起摄取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运动能量比只是单单摄取碳水化合物来得更好哦。可以考虑的蛋白质包括乳清蛋白饮料、鸡蛋、鸡胸肉、鱼类、豆类这些等等。脂肪的话，我们一天当中是建议需要摄取足够的脂肪的，可是运动前的话，建议可以考虑减少脂肪类的食物，因为它们需要更长时间来消化，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运动表现。如果只是一小部分的健康脂肪，搭配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可以少量摄取。比如说你在运动前吃一杯优格燕麦的话，也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但是如果接近运动时间了的话，还是建议选择比较低脂的食物，避免造成可能你的肠胃会不适。距离运动时间还有2-3个小时的话，健康的脂肪摄取就 OK。 很多人都说运动前喝一杯黑咖啡很好，那好在哪里？运动前一杯黑咖啡，之前在帮助新陈代谢的食物里面就提到黑咖啡。虽然研究里面的咖啡含量是蛮高的，平时喝的分量效果可能不会太明显，但是聊胜于无。整体而言，咖啡因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加速燃烧脂肪，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运动的负荷能力，运动后也感觉更加的神清气爽。也就是说，同样的运动下，没有喝咖啡的人可能本来只能做10下，有喝咖啡的人就有可能可以多做了1-2下，因为它增强了我们的耐力和抗疲劳能力。但是肠胃比较虚弱的人就要避免空腹喝黑咖啡哦。咖啡适合激励耐力、运动速度和激励力量、短跑、跳跃的表现，以及各种有氧和无氧的运动的特定动作。其中研究也发现，咖啡可以帮助我们有氧耐力类型的运动表现哦。大部分有效果的咖啡因量为每公斤体重需要3到6毫克的咖啡因。虽然不知道最低需要多少咖啡因才有效，但是 ISSN 国际运动营养学会建议根据每公斤体重至少摄取2毫克的咖啡因。通常一杯黑咖啡大约有80到100毫克的咖啡因，所以如果你是60公斤的话，你就需要至少120毫克的咖啡因，也就是1杯多一点点的咖啡。但是也要注意，有一些运动饮料和食物里面也是有咖啡因的，所以不要不小心吃多咯。而且一天的咖啡因摄取量也不建议太多，总量尽量不要超过300毫克的咖啡因。咖啡因建议在运动前的1个小时摄取，所以如果你想要加强你的运动表现和耐力，可以考虑在运动前摄取一些咖啡，但是就不要太依赖啦，不然的话久了之后，其实你的身体也习惯了，可能效果就不怎么会明显咯。那需要的分量是多少呢？根据 ISSN 国际运动营养学会的研究发现，给运动员运动前的饮食建议是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以每公斤体重摄取0.15到0.25克的蛋白质和1到2克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如果你是60公斤，建议运动前吃60到120克的碳水化合物和9到15克的蛋白质。换成食物的话，碳水化合物大概就是2-3条香蕉、3粒苹果，比半碗多一点的饭，3/4的燕麦，3片面包。蛋白质的话，大概就是2粒鸡蛋，半个手掌的肉类，肉类包括鸡、牛、羊、猪、鱼，或者是1份希腊优格
1个拳头的毛豆或者1杯半的牛奶、豆奶等等。当然，你要选择乳清蛋白饮料、大豆蛋白饮料这些也可以。到运动类型了，主要的运动前食物就是刚才提到的那几点，但是如果想要知道不同类型建议的食物，就可以继续往下看哦。第一个，跑步或是有氧运动类型，如果想要跑得远、跑得稳，像是跑步这种有氧耐力的运动，就建议补充快速能量，尤其是容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如果你的有氧运动是持续超过1个小时的话，比如你跑了超过10公里的马拉松，碳水化合物摄取量就更加重要咯，不然你可能跑到一半你就会非常的累。我之前跑马拉松的时候，我也在途中有吃一些 Power Gel 类型的运动食物，我觉得那样的话就比较让我可以持续的跑下去，因为时间超过3个小时嘛。但是有氧运动的话，也不要忘了蛋白质，碳水化合物量可能稍微多一点点，可以根据刚才 ISSN 的建议，或者也有一些的网站是建议1:3或4的比例，就是蛋白质1和3或4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10克蛋白质，30到40克的碳水化合物。力量训练，如果你的运动类型是力量训练的话，一定要吃东西，不然你的运动就只是在消耗你的肌肉而已哦。力量训练通常都是追求增肌减脂嘛，建议运动前吃一些黄金组合，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啦。我在一些网站找到的建议会是1:2，就是蛋白质1和碳水化合物2的这个比例。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找到专注给力量训练的食物搭配的比例，所以大家可以根据你喜欢的食物就大概搭配一下这个黄金组合吧。比如说酸奶配水果，乳清蛋白加香蕉等等。力量训练的话，为什么会需要碳水呢？有人可能会觉得只要蛋白质就够了嘛，但是研究发现，在力量训练或者是阻力训练前，摄取游离氨基酸和蛋白质搭配碳水化合物，结合这两者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刺激我们蛋白质的合成，帮助肌肉合成哦。像是瑜伽、普拉提这类型的运动最近越来越流行啊。这类型的运动呢，强度可能不会太高，但是还是需要一些肌力和有氧。当然你进了更高阶，强度就可能会高一些。跟刚才的碳水化合物建议一样，优先考虑复合碳水搭配蛋白质和少量的脂肪。如果时间很接近运动的时间了，就选择零嘴小吃类，可以选择少量的那些简单碳水，比如水果，来避免我们饥饿影响我们的运动。除非你打算做更高难度、更长时间的运动，那样的话就可能要考虑稍微多摄取一些哦。但是整体而言，在普拉提和瑜伽的运动之前，都是建议减少辛辣、太高脂肪的食物和酸性的食物，也最好是2个小时以前吃，也是根据 ISSN 的那个饮食建议。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取不怎么会影响 HIIT 的运动训练，少过90分钟的 HIIT 低强度运动就空腹加10到30克的蛋白质，或者是高强度就75克以内的碳水化合物和10到30克的蛋白质。超过90分钟的话，就可以看看这2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组合的建议摄取量啦。但是要记得和注意，这个研究的对象是长期有运动的20到30岁的年轻人，所以我们选择的食物的话，可能可以根据我们自己个人的情况，适量的做一些调整。球类运动和游泳的话，这些运动都是综合刚才所提到的几种运动类型，比如游泳就包括了有氧运动和类似于瑜伽和普拉提的肌力有氧。球类运动大部分都包括有氧运动、HIIT 和一部分的力量训练，所以这些运动都是吃黄金组合吧。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也是一样，可以根据 ISSN 建议的分量来准备你的食物哦，因为碳水化合物量可能要稍微多一点点。最后，运动前吃对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运动表现，增加燃烧脂肪的效果，甚至一整天下来让我们感觉更有精神。你平时运动前都吃些什么呢？或者今天的分享有没有帮助到你啊？留言让我知道。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点赞分享哦。记得订阅频道和打开小铃铛，不错过更多健康营养食物的分享。
我是素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你订阅了吗？还没有的话，按这里，按这里，谢谢。